大家好，欢迎来听仙话。一人永生，万魂不复。要是觉得故事讲得还行，劳驾点个赞，捧个场。闲话少说，咱们书归正传。仙途飞升，万古寒，香火深处葬群魂。一人踏进苍生院，天门封后不称尊。白丝缠骨落寒渊，密卷开光照鬼泉。一手牵魂沉水底，半生结束在身边。这回呀，姐妹俩是真到坎儿上了。前头不是说吗？他俩进了那个怪地方，四下没人，也没路，连风都不太像外头的风。结果还没等他俩缓过劲儿来，就听见那笑声了。那笑声咋说呢？不是哈哈大笑，也不是人吓唬人那种装出来的声，它细的跟针似的，一下一下往你脑袋缝里扎。婉进当时身子就一抖，他不是胆小，他是知道这声音不对。人要是真遇见危险，有时候不是先害怕，是身体先知道，汗毛先立起来，后背先凉，心里头先咯噔一下。一宛如就更不用说了，小姑娘原本就被这一路折腾得够呛，又是山又是崖又是潭又是洞。这会儿四周忽然冒出来一层一层白丝，你想想那场面，不是一根两根，是满地都在爬，墙缝里，石头底下，黑影里，全往他俩身上缠。刚开始像细线，一眨眼就成了厚厚一团，胳膊缠住，腿缠住，腰也缠住，到最后姐妹俩就跟让人裹进白茧子里头一样，一外头半点光都透不进来。姐，这咋办啊？他这声已经变了，哟，不是撒娇，是真慌了。人到了这时候，啥大话都没用了。你平时说我不怕死，我胆子大，真等你胳膊腿都动不了，喘气都费劲，旁边还不知道藏着个啥东西笑。你再试试。婉进咬着牙，他没立马回话，因他心里明白，越到这种时候越不能乱一下命就交出去了。他手指头一点一点往袖口里挪，袖子里藏着那把匕首，这玩意儿一路上跟他过来的，不说能斩妖除魔吧，最起码遇上人遇上兽还能搏一下。可现在呢，匕首刚抽出半截，就让那些白丝死死缠住了，动不了，半寸都动不了。不用费劲了，能进到这地方的从来就没有活着出去的，你们两个也一样。这话一出来，宛如那点胆气差点就散了。姐，咱俩是不是真要死这儿了？闭嘴。婉进这一嗓子不大，但挺硬，不是骂妹妹，是把她往回拽。人一旦嘴上开始认死，心里头那口气就松了，气一松，身子也软，那就真完了。婉进自己其实也怕，他又不是铁打的，可他知道他不能怕给妹妹看，他一怕，宛如就彻底没主心骨了，所以他闭上眼，强迫自己稳住，不怔了，已不乱动了，
就用指尖一点点去感受身上这些白丝。这一摸，问题来了，这些丝不像普通东西，说它是实的吧，它又不是完全的实物；说它是虚的吧，它还真能勒人，能把人勒得喘不上气。就像啥呢？像一口怨气成了形，一半在这世上，一半还在阴处，普通刀子砍不动它。婉进一下就想明白了。婉如，听我说，这不是普通丝线，是邪灵画出来的，刀没用。你现在闭眼，念族里的静心诀，别慌，先把魂稳住。好，我念。婉如赶紧闭眼，她嘴唇都在哆嗦，可还是硬撑着念：心如止水，神定魂安。心如止水，神定魂安。婉进也跟着闭目定气。他俩这族里原本就有些老法子，不算多厉害，但关键时候能把人的心神压住。你别小瞧这个，碰见邪东西，最先被拿住的往往不是你的手脚，是你的心。你心一散，邪东西就有缝往里钻。和这回怪拗怪在，口诀念了，气也稳了，那白丝不但没松，反倒越勒越紧，勒得婉进胸口发闷，肋骨都像要被压进去。然后那笑声又来了。可笑，你们族里那点小把戏也敢拿出来现眼？这一句可比刚才吓人多了。为啥？因为他知道他们族里的静心诀。好，你说一个藏在这鬼地方的邪东西，咋会知道他们族里的法门？这就不是偶然了。婉进心里当场一沉，这东西可能不是路上随便碰见的孤魂野鬼，他跟他们家跟他们族里没准有旧账。你看仙话这个故事阴就阴在这儿，它不是简单让你打个怪捡个宝然后一路往上飞，不是那么便宜的事。这里头每一样东西都像有根线，一碰一下，后头就能拽出一堆死人，一堆旧债，一堆没人敢说的事。婉进压着心里的筋，他开口问了：你到底是谁？四周一下静了，那一瞬间连白丝勒动的声音都像停了，可也就那么一下，很快那声音又阴阴地笑起来。问得好，可惜你还没资格知道。话刚落，婉进忽然觉得脚底下空了，不是地面塌一点，是整个人一下掉下去了，身子猛地往下一沉。他想挣，没用，白丝把他裹得死死的，胳膊伸不开，腿蹬不动，耳朵边全是风声。那风不是吹过来，是往上刮。说明啥？说明他在往下掉，往很深很深的地方掉。姐姐，宛如那声喊，刚开始还在耳边，很快就远了，像被黑暗一口吞进去。婉进心里急得要命，他想喊妹妹，可胸口被勒住，声音挤不出来。那种下坠啊，最折磨人。你不知道底在哪儿，也不知道下一刻是摔在石头上，还是掉进啥东西嘴里，只知道身子一直往下，冷、黑，喘不上气，脑袋里头嗡嗡响，晚进眼前都开始发灰了。他以为自己又要昏过去。
结果就在这个时候，砰的一下，底下不是石头，是水，整个人砸进水里。那一下，水花炸开，冰冷的潭水直接灌进鼻子和嘴。晚进差点当场呛死，这水比前头那寒潭还冷，冷得不像水，像一把碎冰渣子，顺着喉咙往五脏六腑里刮。他拼命蹬腿儿，白丝不知道什么时候松了不少。他硬是从水底挣出来，冲出水面。他大口喘气，那气吸进肺里，也冷得疼，但能喘气，就说明还活着。他第一件事不是看自己伤没伤，是找妹妹。宛如，宛如，你在哪儿？四周黑咕隆咚的，潭水一圈一圈往外倒，刚才那些白丝散了，可宛如没影了。这一下，晚进心直接提到嗓子眼儿。哼，你说他这一路撑着是为了啥？不就是为了妹妹吗？他自己死不死，有时候都排第二。可妹妹要是在他眼皮子底下没了，那他撑到现在还有啥用？妹妹，回我一声。没人回，就水声，还有远处那点让人难受的回响。就在这时候，晚进脚腕突然一紧，像有人在水底下伸手啪一下抓住他脚脖子，然后猛地往下一拽。晚进脸色当场就变了。不好！他来不及多想，憋住一口气，直接往水下扎。水底黑得跟锅底似的，伸手都看不见手，他只能凭脚腕上那股力气判断，那东西还在拽他，越深越冷。水压压得他耳朵疼，眼睛也疼，可就在那一片黑里，他好像看见前头有个人影，模模糊糊的往下沉，还在挣扎。晚进心里一下炸了，那八成就是宛如。宛如？当然，他在水里喊不出声，一张嘴就是水，他只能拼命往前游。可邪门的是，他怎么游？那人影都离他差那么一截，不远，就那么一点，可就是够不着。你说这东西缺德不缺德？他不让你彻底看不见，他就让你看见，让你知道妹妹就在前头，让你知道你再快一点就能抓住。可你偏偏抓不着，这才最熬人。晚进肺里那口气越来越少，胳膊也发酸，腿也发沉，脑袋开始发晕。眼前的黑一层一层往他身上压，他知道再这么下去，不光救不了宛如，他自己也得折在这水底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脑子里忽然响起一道老声：小娃娃生死关头，还不用你刚得的那卷东西。晚进心里猛地一震，对，密卷，刚才那卷古旧密卷还在他怀里。他赶紧伸手去摸，可水底下压力太大了，手像被水泥护住一样。咦，平时一伸手就能拿出来的东西，现在费了老大劲儿才从怀里拽出来。密卷刚一离身，嗡的一下亮了。咦，那光不是火光，也不是灯光，是在水底下炸开的白亮。一瞬间，周围全被照透了，原本黑的啥也看不见的潭底忽然清楚了。
晚进也终于看见抓着他脚腕的是啥了，那不是水草，不是石缝，是一只手，一只白的跟枯骨似的手，5根手指死死扣着他的脚腕。再往下看，是一具不知道泡了多少年的尸骸，皮肉早就没了样子，骨头黑一块白一块，眼眶里空洞洞的，可你偏偏觉得他在看你，怨毒地看着你，就像他在这潭底等了很多年，专门等一个活人下来。哦，混开！晚进这一下是真怒了，前头忍是因为没办法，现在有了密卷的光，他心里那股狠劲儿也被逼出来了。他抓着密卷冲那尸骸狠狠一挥，光一下涌过去，那尸骸在水里剧烈一抖，骨头像被烧着似的咔咔发颤，然后猛地散开，不是慢慢碎，是一下崩了，脚腕上的力气也跟着没了。晚进不敢耽搁，他知道这密卷的光撑不了多久，果然那亮光开始暗了，水底又一点一点黑回来。他咬住牙朝宛如那边冲过去，这一次他终于抓到了，一把抓住宛如的手腕，那手冰凉，凉得吓人，可还能动，还能动就有救。晚进死死攥着他，拼命往上游，这一段真是拿命往上拽，下面不知道还有啥，上面不知道多远，肺里没气，脑袋发懵，手还不能松，他但凡松一下，宛如就没了。姐妹俩就这么硬往上顶，顶到最后，水面哗啦一下破开，2个人终于冒出来了。姐，宛如脸白的一点血色没有，头发贴在脸上，是人抖得不成样子。他刚才也吓坏了，不是一般的吓，是真觉得自己已经被水底下什么东西拖走了。刚才那是啥？晚进喘了好一会儿，他没马上回答。他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密卷，那卷东西已经不怎么亮了，又恢复成那副旧旧的样子，就像刚才在水底发光救命的不是他一样。可晚进知道不一样了，从这一刻开始，这卷东西不是普通密卷了，它能救命，也能招祸，它能照开水底的尸骸，也能让那个藏在黑暗里的东西盯上他们。这世上的事就这么麻烦哈！你以为捡到的是一条活路，没准捡到的是一张欠条，而且还是前人欠下的，后人拿命来还。这东西比咱们想的麻烦得多。他这句话说得很低，可宛如听明白了。2个人泡在冰冷的潭水里，四周黑得要命，头顶也不知道有没有出口，身后还有那个东西。果然没过多久，那声音又响起来了，还是从4面8方来，像贴着石壁钻进耳朵里。不错，这卷轴就是你们的劫。你听听，这话多损！刚救了他2命的东西，转头就被说成劫，可偏偏晚进没法反驳，因为他心里也隐隐明白，这密卷救他们不一定是白救。从他把这卷东西拿到手那一刻起，他和宛如已经不是单纯逃命了，
他们开始被卷进一桩更老、更深、更脏的事里。前头那些白丝，那句诗害，那句知道族里口诀的邪声，都不是冲着路过的人来的，是冲着他们来的，或者说是冲着他们手里的东西来的。这一回姐妹俩没死，还靠密卷破了一次死局，可代价也摆在那儿。一，他们暴露了，他们欠下了这卷东西第一次救命债，而这条债线往后会越缠越紧，紧到后来连他们自己都分不清，到底是他们拿着密卷往前走，还是密卷拽着他们一步一步往那个所谓成仙的坑里走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这回就讲到这儿，感谢诸位捧场。要是喜欢仙话，记得点个赞，咱们下回接着唠。